男人气势汹汹地冲进警局，二话不说对着警察就是一顿暴揍，可被打的警察却丝毫不敢还手。幸好一旁的同事把男人拉开，老高这才知道，原来男人名叫朴昌明，竟然也是一名警察。老朴谎称自己认错了人，连忙假惺惺地向老高道歉。为了搞清楚对方的目的，老高一路跟进了洗手间。此时的老朴也不再掩饰，把老高狠狠地按进马桶里喝了一壶，然后警告老高务必在今晚把杀人犯的尸体带过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老高不明白，人都已经死了，要尸体有什么用呢？但是没办法，被人抓住把柄的老高只好照做。他连夜挖开了母亲的心坟，把杀人犯的尸体从棺材里拖了出来。然而当老高翻看尸体时，却意外地发现尸体的胸口上居然有2个弹孔。他这才意识到，原来杀人犯在车祸前就已经死了，自己是被人嫁祸的。为了弄清楚真相，老高利用杀人犯的手机抓到了一个叫小赵的人。在他的威胁逼供下，小赵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老朴是一名黑警，利用自己的身份暗中做着制毒贩毒的生意，赚来的钱都存在地下金库里。可就在几天前，杀人犯偷走了金库钥匙，所以这才遭到了老朴的追杀。回到坟地后，老高果然在尸体的隐秘处抠出来一把钥匙。可就在这时，同事大刘突然出现在身后。原来他无意中看到老高的汽车维修单，发现老高的车和肇事车十分相似，于是便偷偷跟踪调查。果然在这里抓到老高的现行。被铐回车里后，老高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狡辩了，他只好把事情的原委全都交代出来。没想到大刘听后竟然解开了他的手铐。作为共事多年的好兄弟，大刘决定帮他把这件事隐瞒下来。可这时老朴打来了电话，他竟然知道老高和大刘在一起。他提醒老高，如果不想连累同事，现在就从车里走出来。可令老高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刚从车里出来，一个集装箱瞬间从天而降，大刘被活生生压成了肉泥。看到好兄弟惨死，老高彻底被激怒，他愤怒地告诉老朴自己现在就去局里自首。可没想到电话里却传来妻子和女儿的声音，老高顿时就慌了，他拼命赶回家里。幸好这只是一次警告。随后老朴下了最后通牒，要求他明天早上必须把尸体带过来，否则将再也见不到家人。老高知道一旦妥协，那今后将永远在对方的威胁下生活。他决定开始反击，他先让妻子带着女儿去外地躲避，然后自己到警局领了一把手枪，趁机顺走了一颗定时炸弹，将炸弹塞进尸体的局部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准时驾车抵达交尸地点。可当他把尸体扛到老朴车上时，没想到对方立刻就搜了他的身，手枪直接就被缴走了。接着老朴用扫描仪在尸体身上一扫，你查到邊呢？老高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立马转身离开，然后按下了炸弹的遥控器。可这时老朴突然在他身后开了一枪，幸好老高早有预料，枪里装的都是训练弹。他告诉老朴，如果自己2个小时内没有回家，一封关于他制毒贩毒的检举信立刻就会发到监察科的邮箱。老朴见状只好放了他一马。可还没等他走回车里，对方竟然开着车又跟了过来。眼看炸弹的时间不多了，老高只好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。老朴见他这样也不再纠缠，车子开出去还不到10米，立刻就炸了，接着翻进了河里。老高死死地盯住河面，直到整个车子沉入水底，他这才放心驾车离开。回到家后，他简单收拾了行装，打算和家人去会合。可他刚打开门，满身湿漉漉的老朴直接闯了进来。老高整个人都傻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老朴对着他就是一顿毒打。显然老高根本不是对手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但他很快就找到时机，将老朴一头撞进了厕所里，接着2人扭打在一起。这时2人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书架下的手枪。就在双方拼命夺枪时，一颗螺丝钉正好卡住了扳机，只听砰的一声枪响，正好射中了老朴的太阳穴。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。随后老高主动来到警局自首，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新局长为了自己的仕途和警队形象，决定将此案就此了结。但老高已经没有颜面再做警察了，他毅然选择了辞职回家。几天后，他重新修了母亲的坟墓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突然看到女儿捡的东西里竟然有那把遗失的钥匙。老高戴着墨镜，提着皮包来到了地下金库。当他用钥匙打开金库大门后，瞬间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。看来需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皮包了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